那其实你们在这边你们开了2年嘛，2年多嘛，2年。那这段期间你们来寻求的个案，我可以知道说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他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好奇这个，因为毕竟我们想说啊，你是有这些问题，比较多是你有就是一些经历的嘛，是比如40多50多，这是我们的假设，就不可能小孩子说，我有心理上的问题，都有哦，都有哈。其实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哦。但是我会发现到是20到30岁的女性偏多，这最近女性偏多，那他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是跟父母亲的问题，关系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情绪上的问题，就是有焦虑症抑郁症，这一方面的问题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很多都是女性在学习，是因为女性比较会倾诉吗？还是其实男性是比较刚强所以他比较刚强，就是比较防卫性会比较强，对。然后都会觉得我还好比较容易觉得我还好，你比较有问题。女性是说跟好朋友、跟闺蜜之间，有些时候都可以在聊啦，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话题。是男性除了刚强之外，还有面子的问题，有太多的问题，其实是说不容易发出来去寻求这个协助。对。那我们在看到的大致上的一些比较多的问题，我们可能有几种分类了。第一种绝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关系的问题，是夫妻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亲子可以是跟上一辈的长辈的问题，或者是跟下一辈的孩子的问题，跟上一辈所以夫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或者是职场上面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其实都是感觉不对。对，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这个是第一种我们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常见的就是很多慢性疾病的。慢性疾病。对，当很多类似是说癌症的患者，在做了很多的西医治疗了之后，比喻可能到最后还是说一直在做治疗，包括我们很多一些的同学，多不少是癌症的患者，大家都会在想，就是说一直在治疗了之后还是复发，治疗一直复发，好像很痛苦的同时，可能会去寻求不同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可能会找一些另类疗法，或者寻求宗教的一些的依托然后到最后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朋友亲戚的介绍接触到这些身心灵，所以其实这种的患者也很多，或者有一些某些慢性疾病的一些的患者，好像在医疗上面找不到原因，或者是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的，这是主要就是这两类的，所以可是我们虽然是分成这关系上面的问题，或者是慢性疾病的问题，可是我们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都有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癌症的患者，他可能是一些亲子关系的问题，可能是跟爸爸或者妈妈的问题，可能是爸爸或者妈妈的不认同，或者觉得不被爱，这个很小的一些的东西，其实是说，我们常常是要经过諮商或者是辅导的諮商的过程。在协助他们去慢慢去看到他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都以为是很小的事情，无所谓的问题，可是其实是很长的很深，因为那个东西很深，压得很深，自己都不想要去看到或者不要去触碰，可是隐隐约约里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
有些孩子包括类似讲，有些可能是你儿，OK， 从小就不被父母亲看重，或者是妈妈重男轻女，妈妈可能有些都比爸爸还更严重。那这个你做女儿的感觉他不被妈妈爱，所以他会给妈妈很多的这些的钱，可是妈妈又把这个钱又给了他的兄弟，所以有很多的冲突挣扎的这些的，我们表面上会很多的事情发生，对，跟妈妈冲突，跟兄弟冲突，可是背后的其实到最后我们都回归到就是说，我其实只是要确认我妈妈有没有爱我。我是不是被爱的？我付出这么多，我得到的是什么？被重视，或者对。可是这个的东西其实有些时候不容易，不是用嘴巴讲出来，讲出来的，心里面一些的感受不对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可能他癌症了之后，到最后他其实就在想，我到底这个生命里面我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他慢慢会去看到很多，可能有一些东西其实只是要跟父母亲做一些和解啦。这个和解不是只是用嘴巴讲的，其实是要慢慢去感受，去慢慢去接近的。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很多这些的个案，他可能都会用很多不同外面的事情问题。在讲问题碰到什么问题可是到最后其实是内在里面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一些细节啦，对，所以这个主要是我们看的比较多的这些的个案。是，那我是想问一下，你们会在就是比如说我找你们约谈，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我们所谓的一个对谈的？是陪谈的步骤吗？还是说就是像普通我跟你聊天，然后你当中发现他的一个问题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基本上还是需要叫做疗愈的，有过程的。有过程的，并不是说这样子聊天这么简单。不是这样说。我来说，我有问题。不是这样来说，只是叫做聊天。要怎么打开一个？就是想办法去打开他的心结，因为可能引导他，就引导他了。所以问题在就是有一个重点是，通常这样约谈过后是会说好像说完全痊愈吗？还是要继续下去？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好像怎样看说他是痊愈或者是没？我们就请蔡医师问。比方说，其实我们常常会认为成功跟失败，我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个个案完全好或者完全康复才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或者是我们说叫痊愈。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目标其实不在于是要成功，或者是说痊愈这个的部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对，我们在做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其实是让他的心打开，让他去看到他生命里面的可能的缺失，或者他的遗憾，或者是他的没有做到，或者是他的不被爱，或者是他想要被爱的人已经离开了，各种各样的这些的情况，其实是到最后这个患者还是癌症离开人世间的。可是在离开人世间，这个患者他其实心打开了，其实是他已经可以放下了。这个其实是我们是在于就是说让心的安定自在，自在很重要的，就是说让这个人恢复到就是说他的这种状况是很自然舒服的这种状况，不一定是说痊愈等于就是说他癌症好掉去了，神奇奇迹的方式改善。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患者，可能他的病一直是在复发的，可是到最后他的病是稳定的，可是稳定之中他还是需要治疗的，可是他心是打开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夫妻关系里面的一些的问题，他无法释怀的这些的部分。那可是说他打开了之后，其实是说
可能真的那个病情其实是变得很稳定啊，就不是一直在变化之中。那有一些人就是说亲子关系里面，可能是跟上一辈的长辈的一些父母亲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些的最重要的其实是说，个案有很多时候其实是明白了一些过程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东西，可能是爸爸或者妈妈不爱他，爱其他兄弟姐妹比较多，到最后他其实发现到这个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其实他可能会去发现到他的这些的就是真实的就是一些的状况，他的感受其实跟想法在改变的时候，这些的生命里面很多的状况就跟着慢慢的改变。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说能不能说痊愈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有什么的变化跟转变，有没有去放下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放下其实是字义上面的放下，其实是说讲很容易，可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比较柔软一点的讲法，就是说我允许我现在好像我不成功，我接纳我自己的失败，放下其实只是头脑的一个认知，我的心有没有说真的能够很安安稳稳的去接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需要一些的时间跟过程，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一个经历，对。个案分享，他是说，小时候他是一直不被家人疼爱。小时候嘛，他是家里都是女生，他是最小，爸爸妈妈是最小，然后爸爸妈妈整天都是为钱打架、吵架、打架，然后妈妈是每一次有意无意的都会跟他说，好像如果没有你们这4个孩子，我早就改嫁，不要再跟这个男人生活了，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人，而且收入又少，脾气又不好，所以变成这个孩子是从小到大就一直会被灌输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因为妈妈会一直，因为他最小嘛，就会一直跟他讲，其实我不想要有你的，但是不小心我怀上你，所以让这个孩子就一直会感受得到是母亲不爱他，父母不爱他，而且他一直会是很内向，养成自己很内向自尊心又强的一个人，所以也不会跟人家交流。有一次他有跟我说，他上中学的时候也有受到同学的霸凌，因为他都不会跟人家交流嘛，而且一直自我要求自己要变好，但是没有本事变好，一直想要学好，又没有本事上进，所以变成是这样，他跟母亲的那个关系是越来越差，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在西马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爆发时，他根本是不能够治理得了，他完全是不能够治理得了。后来我就跟这个案在陪谈的过程里边，我让个案去看到如何去疏解他跟父母亲的这个心结，这个才是他重要要处理的嘛。而且是同理他的遭遇，也接纳他的悲伤跟委屈，同时知道他在他生理上的那种叫做是焦虑、恐慌忧郁其实不是神经病，只是情绪感受里面不能自理而已，失调，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吧，自律神经，叫自律神经失调吧，所以不会让他造成很大的压力之下，我就跟他做联系陪谈，就是每1个星期里面1次的见面，连续1个星期1次，1个星期1次，到后来1个星期2次的见面陪谈，效果非常好。所以现在是他比较就是说，让他会知道，主要是让他会知道这个个案慢慢好起来，主要是让他会知道，父母亲的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他的原因，不是他的出现的原因。那开始他也很乐意学习了，他也开始借由
上课，我们的读书会啦，我们心灵陪谈啦、团聊啦，还有借由这边的心灵数据，他很努力在学习。现在已经回到西马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在上班了。他状态都 OK 了。他状态都 OK，但是我们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个案来找我们，他是有在吃药的情形下，其实我们是在鼓励他们，是说放下药。慢慢的，你的药不能够随时放掉，还是鼓励他们是慢慢的减它的剂量，然后等到你生命找到你自己的真理的时候，能接纳你的生命的成长、心灵的成长过后，你才能够找回你的医生作为真实的评估，才能够停止你的药物。但是现在他也已经没有在吃药了，所以他现在还有继续说找你们。他还是继续在，因为他回到西马，我们有跟西马的新生命教育时代的配合，他们都有在，他有跟着走上团聊，就是心灵陪谈团聊。OK。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就是个案辅导当中，不是？那你们会觉得说最难，就是对你们来说最难的部分会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是找他的问题，还是引导他的部分 ？OK， 在我这边，如果面对个案他有一种是属于非常坚持他的立场，他是身体是生理有反应，叫做很不舒服，自律神经很不舒服的意思。但是他头脑里边一直还是会感觉是对方的错，我身旁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某某人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他很坚持他的立场的这种个案，的确是没有这样快速。那个就很难就是他不会去很固执的，叫做很固执，而且他属于是要找答案，就一直要认同，要你去认同他的观点，对，认同他的观点，然后他都不会听你在讲，所以答非所问的。他只是要找一个认同的找一个认同，他想讲的东西。对，他不是寻求答案他也是来寻求答案，他就要你认同。他的答案是要你认同他。对，他也是。那真正是不是说要改变他自己本身身心灵的那个症状啦？趋势是有，只是说他不让人家去改变，或者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许他都不知道所以但是他一直固执的坚持，他跟你说，他就讲，他一直会跟你讲那个事件，那个人怎么对待他，他一直会掉入这个，他怎么对我，他就没有本事让你是可以跟他带入去引导他去看到他底层的根源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引导，所以就比较那么简单，所以说会停留在问题上面。问题上面就是可能人际关系之中，就是谁对他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总是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跟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些员工为什么或者是我对这个人很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碰到我对人都很好，然后每个人都背叛我？到底是怎么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糟糕？他就是处于那种指责的状态，或者是好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立场来这样子去讲。所以他会有很多情绪。他有非常多的情绪，但是他这种人对，在社会上是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如果是说要跟他来做陪谈，除非这个个案他要很有耐心，一直再回来。当然，我们还是有机会。如果是他一直有回来的话，我们当然会让他慢慢去看到。但很多时候个案是他没有耐心，因为第一次、第二次你们再不认同我就觉得你的功力不够。其实讲真，他只寻求一个东西，他是在等谁能够打破他的道城墙，打破进去就可以跟他沟通那一种。这样，但是给我们来说，身心灵的做法来说，我们会感觉，如果他有这个心，还继续会来，他会有这个机会。但如果一两次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只有1个半小时，真的，那哪有可能有累积10几年、20几年，对，2个小时不可能。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回这个个案他自己的耐心是到哪里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其实思考的模式不容易改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个案来，他都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找答案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意思是说要怎么样把孩子变乖，或者要怎么样把老公变得比较容易沟通，或者把老婆变得比较容易沟通，所以都是在找答案跟找方法。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提供答案，我们其实只是要去让他经历一些过程里面，他自己要去，我们只是在协助他慢慢去打开跟柔软，跟慢慢去看到一些问题是在哪里。就像刚才 BB 在讲的，那个年轻的女性，可能她会觉得是说，她会很自责，就是因为她的出生，然后让她的妈妈很糟糕，所以她可能是多余的，或者是她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她甚至是一个害人精。这个是从小到大的一直灌输的一个概念。这个的人其实就是对于生命里面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没有爱的营养，他只有被责备的这些的这个的营养，所以其实是说，在成长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他的带有很多的潜意识或者是情绪，都是看到自己不好的这个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协助到他去认识到这个的中里面的问题，其实是说可能是大人只是在讲的这样的一个话语，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慢慢去化解它，或者是重新去认知自己，把自己的位置要怎么去做调整。